我叫童年，现在浑身的血都冻在血管里。如果半小时前有人告诉我大学毕业跟着表舅干拆迁能遇上这事，我死也不会接这个活。表舅当初拍着胸脯说，市里新开发的楼盘项目，开发商给的钱能抵我们大半年收入。可我早听说这块地几十年前是乱葬岗，晚上路过能听见哭喊声，连附近居民都绕着走。当时我还劝表舅慎重点，他却拍着我肩膀笑，哪有什么鬼神，都是吓唬人的，有钱不赚是傻子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有些地方的邪真不是用钱能压得住的。我们在本地招了2个工人，李东和另一个师傅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。第一天开挖机下铲，刚挖半米深，铁铲就哐当一声撞上硬东西，扒开土一看，是半截发白的人骨，指骨的纹路还清晰可见，我吓得手都软了。李东和另一个师傅脸色瞬间变了，倒是表舅还算镇定，喊着人多壮胆，把骨头装在麻袋里运到了工地角落。往后半个月，工地里时不时能挖出零散的骨头，每次李东他们都要念叨几句，还劝我离北边那座破庙远点，那庙就剩个门框和半面墙，看不出供奉的是什么神。我只当他们是迷信，没往心里去。可不知为啥，每次路过那庙，我总觉得后颈发凉，像有双眼睛盯着我。工程快收尾那天下午，包工头来了，他带着亮闪闪的金表，寸头梳的油亮，一过来就拆了条烟，每人扔1盒，大家加把劲，今晚把剩下的活清了，明天交工，大老板额外给赏钱。他走后，李东犹豫半天，还是凑到表舅跟前投。北面那破庙，图纸上没说要拆，咱们真动了。表舅往庙的方向瞥了一眼，皱着眉说，约定好这几天交工，万一耽误了工期，钱就打水漂了，别磨蹭，抽根烟就开工。我看见李东和另一个师傅对视一眼，脸色都不太好看，嘴里还小声嘀咕着什么。可表舅已经爬进了铲车，我也没多想，天快黑了，只想赶紧干完活回工棚睡觉。太阳一落山，工地里的风就变凉了，吹在身上像带了冰碴子。等我们把周围清理干净，就剩那座破庙没拆。表舅开着铲车正要往前推，李东突然大喊一声，等会儿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暗红色的液体正从破庙的门框上往下流，顺着木头缝隙蜿蜒，在地上积成小小的一滩，看着像极了血。这庙怎么会流血？我倒吸一口冷气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手里的铁锹。表舅从铲车上下来，点了根烟，盯着那红色液体看了半天，最后把烟屁股一踩，别自己吓自己，可能是里面的铁锈混着雨水，赶紧推了完事。李东的额头上全是冷汗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好像在求什么保佑。我被他弄得也紧张起来，可铲车已经启动，轰隆一声就把破庙的门框撞塌了。等烟尘散了，我们在庙的废墟里发现了一具骸骨，看骨架大小，应该是个小孩，衣服早就烂成了碎片，只有后脑勺那根辫子还在黑色的发丝缠着泥土，像电视剧里清朝人的辫子，一看就有些年头了。表舅蹲下来看了看，说先把骸骨挪到工棚旁边，明天找个地方埋了，别耽误交工。走的时候，李东拉着表舅，声音发颤，头，明天咱们买点纸钱烧烧吧。这小孩死的冤，我忍不住打趣他，东哥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信这个？李东赶紧冲我比了个是的手势，脸色白得吓人，别乱说，这地方邪性，不近着点要出事的。我当时还觉得他小题大做，直到晚上起夜才知道他不是迷信。工棚里的呼噜声此起彼伏，我迷迷糊糊爬起来去外面上厕所，刚走出工棚，就看见李东跪在之前破庙的位置，不停地磕头，额头都磕出了红印。东哥，你这是干啥呢？我喊了他2声，他像没听见似的，还是一个劲的磕。我有点莫名其妙，心想这家伙该不会是被白天的骸骨吓傻了吧。回工棚的时候，我发现另一个本地师傅没在铺上，不知道去哪了。过了大概半个钟头，我还是放心不下，又走出工棚去看李东，他还跪在原地，可这次没再磕头，就那么直挺挺的跪着，一动不动。东哥，你咋睡着了？我笑着走过去，想把他扶起来，夜里冷，那么跪着容易着凉。可我喊了好几声，他都没反应。我伸手碰了碰他的肩膀，他咚的一声就倒在了地上。我赶紧蹲下来，借着手机的光一看，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。李东的身体硬邦邦的，脸白得像纸，眼睛紧闭着，呼吸都没了，死人了。我连滚带爬的往工棚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，表舅快起来，李东死了。可工棚里静得可怕，没有一点回应。我冲进工棚，看见表舅躺在铺上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胸口一点起伏都没有。表舅，表舅！我伸手去探他的鼻息，指尖一片冰凉，表舅也死了。我浑身发抖，顺着铺位一个个看过去，工棚里的其他人都一动不动，脸色和李东、表舅一样白得吓人，整个工棚的人全死了。我跌跌撞撞地跑出工棚，掏出手机想报警，手指抖得连拨号键都按不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上显示是包工头。童莲，你们咋回事？打了好几个电话都不接，包工头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带着点不耐烦。工地出事了。我咽了口口水，声音发颤。他们都死了，李东、表舅还有其他人全死了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包工头急促的声音：“你在那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”挂了电话，我蹲在地上抽了半盒烟，手还是止不住的抖。直到远处传来汽车的灯光，我才勉强站起身。包工头一过来，我就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了一遍。他听完，脸色瞬间惨白，再也没了之前的轻松。先去工棚看看。我刚转身要带他去，突然感觉身后有股力量把我扑倒在地，紧接着一张黄纸啪地贴在了我的脑门上。我和包工头对视一眼，气氛有点尴尬。他先开口，声音凝重：“你们是不是动了那座破庙？”我点了点头，突然反应过来，难道就是因为拆了破庙才出的事？包工头没说话，把手机调成自拍模式，递到我眼前。我一看屏幕，吓得差点叫出来。镜头里的我脸色惨白，眼眶深凹，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，像个病入膏肓的人。我是不是也快死了？我声音发颤，一股尿意从腿根窜上来。包工头赶紧拿出手机，打了个电话，跟那头的人说了半天，然后挂了电话，表情严肃地看着我。那具小孩的骸骨，你们是不是放在工棚旁边了？你现在去把他后脑勺的辫子取来。懂行的人说，只有这个能救你。我不去。我带着哭腔往后退，工棚里的人都死了，我去了也是送死。包工头抓住我的脖领子，声音有点急：“只有你没死，说明这东西不是冲着你来的。你现在不去，等会儿连救你的机会都没了。”他的话让我清醒了点，可一想到工棚里的场景，我还是不敢动。包工头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后背：“听我的，把辫子取来，别报警。我现在去接懂行的人，很快就回来。”说完，他就钻进车里，一脚油门开了出去，只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。风越来越大，吹得工棚的帆布哗啦响，像有人在哭。我看着工棚的方向，心里又怕又慌。他们都死了，我真的要回去取那根辫子吗？就在我犹豫的时候，手机又响了，是包工头打来的。童莲，别磨蹭，赶紧去取辫子，晚了咱们都得死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急促，我握着手机站在原地，感觉自己像站在了生死边缘。我攥紧了拳头，对着工地走去。看到那堆小孩辫子的时候，咽了口口水。这时候我发现了个问题，那个小孩的骸骨怎么不见了？一阵冷风吹过，我哆嗦了一下，一堆骨头还能丢了不成？我心里有点发毛，下意识看了看四周。我想起包工头的话，颤颤巍巍地把辫子拿了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看到地上有一排小小的脚印，小孩的脚印。我头皮一麻，想起了那个失踪小孩的骸骨。我的脑海里自动补充出一幅画面，一个小孩的骷髅就藏在这附近的某处。我吓得瑟瑟发抖，把辫子拿起来，逃也似的跑了。我躲在工地外面，不停地打着包工头的电话，都没有回应。这孙子该不会是跑了吧？就在我一回头，脑袋轰的一下，就在我的脚下又出现了几个小小的脚印。阴魂不散啊，他就在这附近。我马上站了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我隐约地听到有呼吸声，就在我的背后。天刚蒙蒙亮，我一动也不敢动，生怕一回头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。紧接着，那辫子竟然动了起来，妈，我都快哭出来了！唰的一下，辫子脱离了我的双手，我赶紧站起来，刚要跑就被人抓住了。我回头一看，松了口气，包工头。再看包工头旁边有一个穿着长袍的道士，他手里拿着的就是那个辫子，不腐不坏，作恶多端啊！道士死死地盯着手上的辫子说道。他的话让我不寒而栗，不知道是在说什么。紧接着，在道士的带领下，我们走到了工棚，奇迹并没有出现，表舅他们依旧冰冷地躺在折叠床上。我的眼眶红了起来，也不知道是伤心还是被吓的。道士在四周观看了起来，他手里拿着一个铃铛，不时发出清脆的声音。道士表情严肃，弄得我也神经兮兮了。包工头则在一旁打电话报警和叫人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又想起来之前在外边的李东，告诉他们外边还有一个人。听这话，道士赶紧让我带头去找。可我走到昨晚李东所在的地方的时候，发现那里除了有一个浅坑，能看出有人曾经来过之后，里面李东竟然不见了。不应该呀，之前我明明看到他已经没了呼吸，难道他没死？道士深邃地看了眼远方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难道是那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。这里怨气太深，这些人都得超度。”道士说着，拿出了一些纸钱。可当他把纸钱刚点燃，一阵风吹过，那纸钱就灭了。他又点了一次，可还是这样，纸钱刚点着就熄灭了，好像有一个看不到的人把它给吹灭了，有些邪门。很快就来了几辆车，其中还有警车。人多以后，我才没有那么害怕。这一晚上就像是做了个噩梦。包工头和道士不知道嘀咕了些什么，包工头让我保持联系，还给了我几千块钱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，表舅死了，我得怎么和家里说啊？道士又找到了我，把那个辫子放在了一个绣着阴阳图案的布口袋里，又把他手上的铃铛递给了我。辫子你先放好，这铃铛辟邪的，你拿好。这件事还不算完，弄不好的话恐怕还得死人。听这话我都快哭了，什么意思？还得死人？而且这死人的辫子放在我身边，我还能睡得着觉吗？包工头拍了拍我的后背，放心，你表舅我肯定会赔偿的，你我们也不会不管的。我点了点头，这事邪乎了，只想早点离开这。道士又嘱咐让我晚上的时候把铃铛压在阴阳口袋上面，弄得挺邪乎的。我迷迷糊糊的回到了和表哥的出租屋，本来打算这单弄完回老家的。回到了出租屋，我的精神有些紧张，一直回想着晚上的事，夜不能寐。
我按照道士的嘱咐，把袋子和辫子放在了客厅，用铃铛压上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再醒来的时候，天都黑了，我发现电话有很多的未接电话。我看了一眼联系人，头皮瞬间就麻了。表舅。就在我惶恐不安的时候，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。看到上面表舅2个大字，我的冷汗瞬间就流了下来。有人捡到了表舅的手机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按下了接通键。大外甥，干嘛呢？快来工地干活呀！接了电话，我脑袋轰的一下，这个声音就是表舅的。我手忙脚乱地挂了电话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死人复活了，还有那失踪的李东尸体，他在哪里？我坐立不安，表舅还活着。我赶紧给包工头打电话问问情况，可是不接。家里我也不敢待了，怕表舅的鬼魂什么的回来。我出去开了个房，然后准备吃饭。就在我到餐厅的时候，服务员给我上了2套碗筷。我有点意外地看了他一眼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2位先生，吃点什么？服务员礼貌地问。他的话让我心里有些发毛。我看了看四周，明明只有我自己啊，哪来的2位先生？你看看我是几个人？我咽了口口水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服务员愣了一下，仔细地看了下我，然后揉了揉眼睛，充满疑惑地说：“不应该啊，我刚才明明看到是2个人，怎么就剩1个了呢？”他的脸色也惨白，显然是被吓到了。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如果是之前，我肯定认为他看错了，或者恶作剧。可是经历了这么多诡异的事，我很怀疑自己是不是鬼缠身了。服务员点完餐，逃也似的跑了，更让我心里不舒服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看到桌子上有什么东西，是一张黄纸，上面用红色的笔写着字。等看清上面的字的时候，我头皮唰的一下就麻了。你跑不掉的，我会再来找你的。纸条上血红的大字冲击着我的眼球，好像在告诉我不要再挣扎了。又看到那纸，我的腿都软了。这竟然是一张给死人烧的黄表纸。我连饭都没敢吃，给了钱匆匆的就走了，阴魂不散啊！我感觉从表舅的电话开始，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上了。路上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一个女孩。电话里说她是包工头的妹妹来找我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约在了附近的咖啡厅。一见面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，看起来还在上学。她看起来又清纯又漂亮，有些让我心动。我又问她包工头有什么交代，女孩自我介绍说她叫齐轩，然后古灵精怪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可别小看我，严格来说，我是哥哥派给你的保镖。我爷爷会算命，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，学了不少东西。表哥把你的事和我说了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会出事的。齐轩和我打包票的说，可看她这么年轻，又是个女孩，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。我们俩聊天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道士的。记住，每天晚上必须要给辫子拿一些贡品，第2天早上的时候再换，1天也别断了。接了电话，倒是认真的嘱咐我答应了一声。紧接着听到电话那头远方传来女人凌厉的叫声，那声音特别的痛彻心扉，听着都有些不寒而栗，不禁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刚想问道士怎么回事，他就挂了电话。我又带着齐轩回了家，一路上都在想道士电话里那个声音。回到了家，我看到压在铃铛上的辫子，有些发愁。现在人都已经死了，这辫子偏偏还放在我这，道士和包工头都不断的找我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不管的话还会发生什么，不过现在赶鸭子上架，小命要紧，我不敢冒险。天黑以后，我按照道士的嘱咐买了一堆苹果、橘子什么的贡品，准备放在辫子旁边供奉。你在干嘛？看到我忙活着，齐轩过来问我，听到我的解释，他赶紧拦住了我。你是不是傻？你现在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关系，你给他好处，这不是让人家来找你吗？听齐轩的话，我头皮一麻，真有这么可怕？我挠了挠头，不应该吧？这可是那道士告诉我的。只见齐轩冷笑了下，说：“你和他很熟吗？”齐轩只说了半句，不过点透了我，倒是确实不用管我的死活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还是不敢冒这个险。我把那些水果放了起来，把那铃铛继续压在袋子之上，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。没事的时候，我把事情发生，大概和齐轩讲了一下。听完以后，他的脸色不太好看，若有所思的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弄得我心里也不太舒服。晚上的时候，我让齐轩住在我的屋子里，我只好住在表舅的房间里。触景生情，我不免有些悲伤，想起以前的种种，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样，极度的后悔为什么要接这一单。等我起夜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兜子上那个铃铛不见了。齐轩，你看到我的铃铛了吗？屋子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便问道。听到我的话，齐轩从屋子里走出来，手里正拿着那个铃铛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，看这东西挺好看，我就拿来了。我告诉他道士说的话，把那铃铛继续压在兜子上。不过心里也开始乱想了起来，倒是让我放贡品，齐轩阻止我，现在又把兜子上的铃铛拿出来了，好像这个齐轩从一开始都在反其道而行之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，他不会是想害我吧？我又提醒了他几句，千万不要把那铃铛拿下来就回去睡觉了。可我刚躺下，就听见有小孩的嬉闹声从楼上传了出来，这是一个小女孩咯咯的笑声，我听得很清楚。我有点无语，本来这几天把我弄得都有些神经衰弱，甚至我都把被子蒙过了头，那声音就像是魔音一般在我耳边挥之不去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正好午夜12点，我有点害怕了，走在客厅准备喝了点水。我看到齐轩还没有睡，坐在客厅在看电视，便和他发了几句牢骚。什么小孩子的声音？你做梦了吧？我一直在没睡。
什么声音也没听着啊。齐轩耸了耸肩，一副很无辜的表情。刚才那声音特别的大，在客厅不可能听不着啊。我有点怀疑他是在骗我。我悻悻地回到房间，不一会，那孩子的声音又出现了。不过这次他不是在笑，而是好像在说话。我屏住呼吸，仔细听他在说什么。先是喃喃自语，紧接着那个声音越听越清楚了，是2个字：童莲。听到我自己的名字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如果说这孩子真是楼上的，他怎么能知道我呢？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在工地里看到的那个小孩子的骸骨，难道是他阴魂不散？楼上又平静了一会，紧接着便传出了呜呜的声音，那声音肝肠寸断，听着非常令人悲伤，连我都忍不住伤感。我有点害怕，但不知不觉的还是睡了过去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我走出去看，那辫子和铃铛还好好的放在茶几上，不要自主的松了口气。齐轩还在沙发上坐着，好像一晚上都没有睡。你别说，我好像还真听到孩子的声音了。见我醒来，齐轩精神抖擞地和我说，说完他不由分说的非让拉着我去找楼上，说那孩子昨天晚上一直在哭，看看出了什么事。我拗不过，也想看看楼上到底是不是有个孩子，叫名字的是不是也是他。我们敲响了楼上的门，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妇人，应该是孩子的母亲，不过看她眼睛有些泛红。我和齐轩对视一眼，看孩子母亲这个样子，应该有事发生。听说我们要找这家的孩子的时候，女人眼睛一红，差点没哭出来。她请我们进去，然后问她孩子怎么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刚要开口，就看到齐轩愣在那里，顺着他身上的目光看去，我看到在客厅之中挂着一个黑白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看起来也10来岁的小女孩，此刻正一脸微笑地看着我们。我的孩子已经去世了，你们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。女人说着，眼泪噼里啪啦的就掉了下来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倒吸了一口气，孩子已经死了。那岂不是说昨晚就是这孩子的头七？那么岂不是见鬼了？我又想到那孩子的嘴里说的是我的名字，我瞬间不寒而栗。我们俩吓得赶紧落荒而逃。回到了家以后，齐轩接了个电话，说是包工头打来的，让我们2个去一趟工地。我和齐轩不敢怠慢，赶紧来到了工地。一路上2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，我甚至有点怀疑那个孩子的声音不是楼上死的孩子，而是工地上这个。到了工地，包工头看起来明显苍老了很多，很难想象这2天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胡子都有些花白了。最后他交给了我们一个蛇皮袋子，我打开一看，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袋子里边竟然是一具骸骨，你们赶紧把它拿去火化，还有不要再相信那道士的话，他不是一个好人。说着，包工头竟然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只看到齐轩大叫了一声，他赶忙扶起了包工头，问对方怎么了。包工头皱了皱眉，咳嗽了一下，开始和我们讲述这2天发生的事。本来我想把这尸体处理了，可是道士说不急，我们2个一直等到晚上，我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等我醒来，我发现他竟然在啃着骨头。说着的时候，包工头露出一脸惊恐的表情，果不其然，打开袋子一看，这尸体的骨头好像缺了一块。道士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还要吃骨头，这实在是太瘆人了。我可能得去住院，你们2个记住，千万把这个骨头处理好，然后最好去外地躲一段时间。包工头有气无力地交代我们，然后就让我们走了，连我们想把他送医院都拒绝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他的话，那个道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包括之前齐轩也说过，那道士上供的方法是在害我，好像更加印证了道士是不是个好人。思考了一下，我拿出电话找了一个火葬场的朋友，想让他帮忙把尸体火化了。说起来，这火葬场的老板还是舅舅的朋友，是一个光头，我叫他刘叔。等我们找到刘叔的时候，火葬场并不是很忙，他问我表舅最近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好随意搪塞了一下。刚看到袋子里小孩的骸骨的时候，刘叔一下站了起来，还特意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。童莲，你和我说实话，这骸骨该不会是你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吧？说着，他拿出手机，一副要报警的样子。我一时间有点懵，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。好在齐轩的反应够快，和他说起了这是工地里挖出骸骨的事，并让我找出了和工地的合约。然后齐轩眼睛一转，从口袋里掏出了800块钱递给了刘叔。刘叔是干火葬场的，肯定明白这骨头也是有年头了。他看了一眼我，见到我点了点头，才同意把这骸骨收了起来。回到了家里，我和齐轩准备按照包工头的话去外地躲一躲。这件事也快落幕了，我还是想不好怎么和家里说。表舅死了的事，索性也不能回家。就在买车票的时候，我突然接了个电话，是道士打来的。看到上面联系人的时候，我瞪大了眼睛，想起了包工头的话，这道士吃了孩子的骸骨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齐轩示意我接了电话。一接电话，道士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：小子，你在哪？把我的铃铛和辫子拿过来吧，你现在带着他们来工地，咱们处理一下骸骨。听到这话，我和齐轩对视了一眼，已经可以确认了，他就是在骗我们，因为那骸骨我们之前都已经交给刘叔了。保不齐这就是他想要害我的借口。我和齐轩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包工头还在工地，怕他出事，就假意同意，先到工地附近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打定主意，我和齐轩打了一辆出租车，让出租车司机再停在工地附近，一路上又给包工头打了几个电话，不过都没有回应。
等到了地方，我们特意买了个望远镜值，刚一看就看到齐轩咦了一声，然后把望远镜交给了我。此刻的天已经蒙蒙黑了，出租车司机也不停地在催促我们。我透过望远镜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包工头。他在这里干嘛？只见包工头静静地站在工地里边，他的体貌特征还是好认的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们两个又给他打电话，还是不接，只好给道士打电话。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。我示意齐轩和司机别说话，然后问道士在哪。那头沉默了半晌没有回话。我又喂了一下，听到了一个嘿嘿的笑声。你们别挣扎了，都得死。电话里的那个人明显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。听到这声音，我大喊了一声，赶紧把手机扔了出去。又是那个小女孩，阴魂不散啊！就在此时，我看到齐轩突然跑出了出租车，透过望远镜看去，只见在前方的包工头正在剧烈的颤抖，出事了。我让出租车司机在原地等，赶紧开了车门跑了下去。等我来到了工地的时候，发现齐轩愣在了原地，捂着嘴巴，一脸惊恐的样子。我跑过去一看，脑袋轰了一下，可以看到包工头脸一片惨白，死死地瞪着眼睛，显然已经没了呼吸。他像个雕塑一样站在原地，张大了嘴巴，好像死之前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，或者有什么话想说。包工头竟然死了。我颤颤巍巍地拿出手机想要报警。差不多10几分钟以后，警察终于来了。齐轩一直坐在地上哭。经过法医的鉴定，我们更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结果：包工头的身上竟然没有血了，而且他的脖子上有2个牙印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干了全身的血，这太恐怖了。我和齐轩也去了警察局做笔录，我供出了那个道士，是他让我们来这里，希望警察能找到那个道士，这让我特别的惶恐，害怕在某一天也会像包工头一样不明不白的死去。出了警察局，齐轩不停的在哭，我拍着他的后背安慰了几句，感觉他也挺脆弱的。我的亲人和他的亲人都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了，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死道士。哭了一会，齐轩终于冷静了下来，攥紧了拳头，恶狠狠地说。我们2个回到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的电话又响了起来。此刻我听到电话铃声，有些心悸，就好像催命符一般。看了眼来电显示，是刘叔打来的，难道骨头火化完了？接了电话，刘叔吞吞吐吐的让我去火葬场一趟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也不说。不用说，肯定是出事了。我和齐轩喝了口水，就赶紧准备去火葬场。一路上我几乎是满脸的愁容。到了火葬场，刘叔就在门口等着我。下了车，我赶紧问他怎么了，尸骨不见了。刘叔低下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骨头竟然不见了，是谁弄的？难道是那道士？我不知道有人偷骨头干嘛，但显然这应该不是意外。见我反应不大，刘叔又叹了口气说，而且这骨头失踪的有点不一般，他好像是自己跑的。听到这话我更是懵了。刘叔说和我解释不清，还是让我到现场看看。我和齐轩跟着他来到了太平间，等看到地上景象的时候，我瞪大了眼睛，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只见太平间有一个空床，显然是之前存放那小孩骸骨的。在空床的下面有一排的小脚印，那脚印特别的小，一看就是孩子的，而且有些单薄。我哆嗦了一下，瞬间汗毛炸起，就好像是骨头自己跑了出去似的。看到这一幕，刘叔的冷汗也下来了，这有点邪门了。我刚才特意调了一下监控，根本看不出来这骨头是怎么失踪的。虽然这骨头是在火葬场失踪的，可我和齐轩都知道这东西的古怪，也没怪罪刘叔。刘叔要赔我们钱，我们也没要，只好硬撑着说，反正这骨头也不重要。这让他吓破了胆，说要把火葬场关几天门。于是我和齐轩回了家。骨头的失踪让我心不免提起来，想起了这几天的遭遇，始终有一种时刻处于危险之中的感觉。当我回去以后，发现家门口散落着很多给死人烧的冥币，我咽了口水，打开了门。等到看到里边的景象的时候，我腿一软，差点没摔倒。只见在屋子里面，此刻有一排小小的脚印，延伸到里边。这脚印和之前我们在火葬场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。我打了个冷颤，难道说那骸骨已经找到了我家来？我和齐轩愣在门口，谁也不敢进去。我又看了眼外面，天已经黑了。想起来以前表舅和我说的话，天黑以后阴气很重，难道那东西已经找上了我？突然齐轩像魔障了一样，朝着屋子里面走了进去，我想拦他都没拦住。看到他没事，我也紧紧地跟了上去。走在客厅之后，我发现压在那阴阳袋子上的铃铛已经碎了。打开袋子一看，里面的辫子已经丢了，难道是那骸骨把辫子偷走了？再看墙上，我头皮瞬间就麻了，只见一整面墙满满是用血写成的死字，触目惊心。我赶紧拉着齐轩往出走，毕竟不知道那东西还在不在这屋子里。就在这时候，齐轩对我做出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我感觉这屋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他的话还有神秘兮兮的样子，让我的心提了起来。他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快步地走进了表叔的屋子里，我也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。等到看到屋子里的时候，我瞪大了双眼，在屋子里边站着一个人，那个人的嘴角挂着一抹诡异的微笑，诡异的笑容挂在刘叔苍白的嘴角，仿佛某种来自地狱的呼唤。是的，站在屋子里的人正是我刚刚还见过面的刘叔。我跟刘叔四目相对，彼此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我是害怕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而刘叔已经无法再说话了。看他的模样，显然和工地上的包工头一样，被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以同样的方式给害了。刘叔是因为我才被牵连到这件事中，此时惨死在这里，可以说完全是我的责任。我咬着牙，浑身却一阵无力。短短时间内，身边的人接连离奇死去，我被折磨得几乎要崩溃，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大脑陷入空白。这时，一只手在背后忽然推了我一下，我惊呼一声，猛地回头，却见齐轩正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童莲，你没事吧？我跟齐轩对视了好一会儿，才逐渐恢复了精神，苦涩一笑，没事，怎么可能没事？这他妈的！我本想大骂一通发泄一下，但看见齐轩清秀的面容，我忽然觉得心中一滞，闭上了嘴。死者已矣，无论如何，咱们总该把刘叔的遗体处理一下，总不能由他在这儿吧？齐轩此时却是出奇的震惊，听他这么说，我也觉得有理。只是看着刘叔可怕的死状，我实在没有勇气靠近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抬脚朝他走过去，心中念叨着：刘叔，平日我对您也还算敬重，大家相识一场，你可千万别害我啊！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凶手给您报仇。就在这时，齐轩却忽然拉住了我。算了，咱们还是等警察来吧。我有些奇怪地看了齐轩一眼，从他的眼神中，我察觉到一丝异样。直觉告诉我，他应该对我隐瞒着什么秘密。不过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我不想去强迫他什么，至少我有不小的把握，他是站在我这边的。警察很快就到了，他们询问了我和齐轩一通，没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便把刘叔的尸身运走了。检查结果不出意外，确实和包工头的情况如出一辙。警方难以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，而我却等不下去了。我不是个习惯于被牵着鼻子走的人，虽然不知道这一系列杀人案的凶手是何方神圣，但对方已经彻底激怒了我。我下决心要主动出击，找到真凶。第二天傍晚，齐轩再次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他听。出乎我的意料，他直接点头赞同，并表示会全力支持。其实这件事和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但我的确需要你的帮助。实在，我对齐轩表示感激，却被他挥手打断：不用客气，我帮你。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他说着，脸上闪过一丝犹豫的神情，接着摇了摇头，不再继续开口。看来他果然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从那个包工头找来的神秘道士入手调查。回想起来，他才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核心人物。不过那道士神神秘秘，想查到他的底细也不容易。我想起包工头之前说他们两人是朋友，那么包工头身边的人可能也对那道士的身份有所了解。我跟齐轩一拍即合，直接找包工头的家人。一出门，我抬头看看天色，月亮躲进了云里，不舍得出来见人，星星也见不到几颗。齐轩虽然是个女孩，但做起事来风风火火。见我停在门口，便回头招了招手：别愣着呀，再晚点别人都该睡了。我忙不迭地点头，加快脚步跟上去。她苗条的背影被夜雾笼罩，宛如行走在黑暗中的妖媚。我忽然一怔，好像每次跟她在一起都是在晚上，见不到阳光的时候。包工头的家我跟着表舅去过2次，还算认得路。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不过包工头的老父亲却还处在门口，倚着一堵灰色砖墙抽烟，烟头在黑暗里忽明忽暗，宛如风中挣扎的卑微生命。老人问我们有何贵干，我们便把来意大致说了一下。老人一听我们要打探道士的消息，眼睛立马瞪了起来，狠狠把烟甩在地上。我早说那道士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可他偏偏不听我的，这下好了，把命都给送了。天杀的王八蛋，害死了我可怜的儿！老人十分激动，5根手指头狠狠抓在墙上，把皮都给磨破了。我和齐轩自然耐心劝慰，好一会儿他才逐渐平静下来。听顺子说，那道士姓陈，住在西园街，平日里靠着给人算命驱邪赚点小钱。老人说着，眉头一拧，还给人驱邪，我看他自己就是个邪种，跟这种人在一块儿准没什么好下场。老人絮絮叨叨了好一会儿，我们才把他搀回家中，然后起身告辞。离开时，我看见他端起桌上冷掉的茶，半天喝不下去，只有眼里的泪水在打转，心中不禁生出一股悲哀。该死的凶手，我定要你付出代价。得知了道士的地址后，我和齐轩马上乘车前往西园街。抵达之后，发现这里相对偏僻，再加上已是半夜，路上不见什么人影，所幸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大叔经过，我们便叫住了他，询问姓陈那道士的具体住址。大叔眼睛一瞪：你们俩说的不会是陈明吧？他3年前就已经死了，坟头草估计都有2米高。死了？我和齐轩对视一眼，都看到彼此眼中的震惊。这不可能，我前几天还跟他见过面说过话，怎么可能死了？大叔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摇摇头，语气坚决的道：我在这儿住了10多年，绝对不会搞错。这条街上就一个姓陈的道士，他的屋子就在前面那拐角处。你们俩……大叔对于我的怀疑有些生气，但他看了我和齐轩一会，脸色突然变了，然后不再说一句话，直接别过头，一踩油门狂飙而去。我正茫然间，齐轩苦笑了一下，道：我看这位大叔大概把咱俩当成不干净的东西了。我一听也乐了起来，不过想到眼前的谜团，又不禁皱起了眉头。不用急，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里，不管那道士是死是活，去他家里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齐轩倒是很冷静，拉着我往刚才那大叔所指的方向走去。果然在巷子口有一间上了锁的废弃房屋，既然没人打理，我们便毫不客气地破门而入。里面的陈设倒是相当简陋，而且布满了灰尘蛛网。
墙壁和地面还残留着不少符纸和朱砂。我打着手电四处看了看，没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。这时齐轩把一张从柜子里搜到的照片递给我，我放到手电筒下一看，上面赫然是个中年人的半身像，跟那姓陈的道士的确有7、8分像，只是显得更年轻些。看来刚才那位大叔没骗我们，这里的确是陈明的住所。齐轩皱着秀眉道：“那他怎么会死了呢？难不成我真是见了鬼？”当我在陈明的屋中说出“鬼”这个字的时候，不由得感到一阵心虚，扭头往四周看了看，仿佛这家的主人正在暗处窥伺一样。不可能，陈明跟包工头相处这么长的时间，他要是鬼，应该早就被发现了。齐轩摇头表示反对，我想想也是，按说鬼魂不能够光天化日现身的，相比起来，身边这位齐轩美女是鬼魂的可能性都更大。毕竟我从没见过她晒太阳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悄悄瞥向齐轩，她的侧脸看起来十分精致，目光清亮动人，偶尔笑起来真是艳若桃花，正是我梦想中最佳伴侣的类型。不过我区区一个建筑工人，恐怕也入不了她的眼。我暗自叹了口气，正准备在四处搜查一番，齐轩却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正要开口，齐轩却把手指放在唇边嘘了一声，然后对我使了个眼色，窗外有人。他小声在我耳边说，我心中一惊，抑制住自己回头去看的冲动，然后一边跟齐轩找话题闲聊，一边假装随意的往窗户那边靠近。齐轩看出我的意图，也一直配合着我，我们俩一时间倒是颇有默契。在差不多距离窗户还有2米的时候，我直接大步一跨来到窗边，用手肘砸出一个口子后便翻了出去。这窗户是木质的，而且早已腐烂的差不多了，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阻碍。我一落地就看见前面一个男性身影慌慌张张地往远处逃，既然会逃，那就应该不是什么厉害角色，我也马上狂追过去。但让我奇怪的是，这男人竟然还留着清朝时候那种辫子，这种装扮在如今的年代已几乎绝迹了。我心中凛然，想起了之前庙里发现的那个带着辫子的小孩骸骨，两者之前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我一向对自己的奔跑速度很自信，没想到对方也不慢，就这样追赶了好一会儿，前面突然出现一条河，只见那人毫不犹豫跑到河堤边，一头扎进了水里。这下我可没办法了，我的水性不算特别好，对方那游泳速度实在让我望尘莫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溜掉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回到陈明的废宅中跟齐轩会合。齐轩似乎十分担心我的安危，见我回来后大大松了一口气，这让我心中一暖。咦，你好像受伤了。齐轩忽然指着我的手腕道，我抬臂一看，果然腕部有1道寸长的伤口，上面还有木屑残留，看来是方才破窗时划伤的，伤痕不算深，但也不算浅。按说应该会有鲜血流出才对，可我的伤口却干得很，也感觉不到什么痛楚，只有在用另一只手用力去挤时才冒出几滴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的血呢？不知为何，我的眼前突然出现包工头他们的死状，没有鲜血的话，岂不是意味着我正慢慢变成他们那副模样？一旁的齐轩看起来却没有太多意外之色，似乎对此早有所料。他见我投去惊疑的目光，脸色也变得不太自然，犹豫了一下，才看着我道，其实我早就发现你也中了这种邪术，不过一般人应该是活不过1天的，就像你表舅那些人一样，而你不知为何却能一直活到现在，这正是我接近你的原因。至于我的身份，其实也并不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简单，不过现在还不是告诉你详情的时候，希望你能理解。听他这么说，我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。过了一会儿，我问道，那你现在有什么发现了吗？齐轩见我没有责怪之意，露出一丝微笑道，据我猜测，你之所以无事，可能跟你后颈处的那块胎记有关。我听他这么一说，右手不自觉地往后颈处摸去，这时我才想起来，自己那个部位的确有一块从小带到大的胎记，只是因为我平时也瞧不见，时间一久也渐渐忘了。我还记得那块胎记的形状很特殊，有点像道家的太极图，可能是心理作用。我的手指触碰到胎记的位置时，隐约觉得有些发热，这不就是一块胎记吗？能有什么用处？我有些不太相信。齐轩摇摇头，我感觉没那么简单，这印记真的是你一出生就有的吗？我闻言仔细回想了一下，第一次知道那里有块胎记，好像是在我上小学2、3年级的时候，爷爷告诉我的。在那之后，我才陆续听别人说后脖子上长了块胎记，而每次我母亲帮我洗澡擦背的时候，在那块胎记的地方总是很小心。如今想来，这里面的确有点不寻常之处，或许我们应该回你的老家，找你那位爷爷问一下。齐轩想了想道，我已经大半年没见过爷爷了，心中对老人家常常挂念，借这个机会去看望一下也未尝不可。一念及此，我便点头同意。接下来，我和齐轩便离开了陈明的废屋，回到了我的家里。因为时间太晚，齐轩索性在我家里住下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如果是电视剧或小说上，一定会擦出些激情火花，可惜我没有那个勇气，而齐轩显然也没那方面的想法。就这样，我睡沙发，而他睡在了我的床上。一夜无事，第二天早上9点多，我俩才洗漱完毕，出发前往汽车站。大白天阳光强烈，一路上齐轩都打着伞。旁人会以为他是怕晒黑，在我看来没那么简单。齐轩的确像鬼魂一样，不敢被阳光直射，不过对此他没有做什么解释，我也不想强迫去问。在我看来，和他保持着这样不远不近的关系就挺好。
经过5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，汽车终于在下午3点多到达了我的家乡，一个安逸和谐的小镇。由于身体出现了那种可怕的状况，我不希望惹父母担忧，便没有回家见他们，而是带着齐轩直接到乡下去往爷爷的家里。我的奶奶几年前去世，剩爷爷一个人在村子里生活。尽管膝下子女会经常去看望他，但想必免不了孤独寂寞。爷爷见到我的时候，笑得咧开了嘴，露出了他稀疏的牙齿。我没有马上向他提及后颈部胎记的事，打算先陪他几日再说。对此，齐轩也很理解，没有催促。而且当爷爷询问齐轩是不是我的女朋友时，他十分自然地微笑点头。看着爷爷高兴的样子，我对他更加的感激。不过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，村子里许多人家豢养的鸡鸭牛羊都离奇死去，他们的死因都是被吸干了鲜血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中一紧，那个神秘凶手竟然一直都在跟踪我吗？我想我不能在村子里久留，否则这个村可能会因为我而遭受灭顶之灾。正当我想找爷爷尽快问出胎记的详情时，发现爷爷竟然失踪了。我找遍了村子都不见爷爷的下落，急得快要发疯。如果他老人家因为我发生了什么意外，那我这辈子都得活在自责之中。齐轩见状便安慰我说，你先不要急，也许你爷爷是自己离开的呢，他的拐杖都不在，如果是有人掳走了他，应该不会这么体贴吧。我一听，心里顿时生出几分希望来。爷爷虽然脾气很好，但有时候的确神神秘秘的，让人摸不清他的想法。可是他又能到哪里去呢？到祠堂看看吧，你爷爷经常会去那里，有村里人建议道。于是我带着齐轩前往后山的祠堂。如今的人家族观念越来越淡薄，祖宗祠堂也废弃了很久，村里只有几个老人会去打理。当我们抵达祠堂时，发现爷爷果然在里面，蜷缩着身子躺在地面，双目微合。我赶紧过去把爷爷扶起来，发现他只是昏睡了过去，才放下心来。只是地面又潮又冷，他一个6旬老人如何受得住？我若是再晚到1点，恐怕他真的就要出什么问题了。老人家竟然这么任性，我想着等他醒来后，一定要好好给他说教说教。正准备背他下山，爷爷却忽然睁开了眼。孙儿，你把他们带来了。他一看见我，就抓着我的衣服，嘶声说道：什么？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。然而爷爷说完这一句，又昏了过去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带着满腹疑虑，背着爷爷回到家中。爷爷毕竟是老了，在山上受了寒气，躺在床上一直睡到了下午。我见他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，就请齐轩帮忙照顾着，自己则前往那些死了家畜家禽的村民家里看看。农村的百姓大多比较迷信，发生了这种事都有些惶恐不安，甚至传言这个村子遭受了邪恶的诅咒，得赶紧离开才行。一路上我已经看到不少人在为离家远行做准备了，如果事态继续发展的话，或许离开的确是唯一的选择了。我先后进了几家出现事故的村民家中，那些禽畜的死状实在凄惨，也难怪惹得村里人心惶惶。不过更让我心惊肉跳的，却是现场留下的一行行血色脚印。那脚印跟之前出现在小孩骸骨旁边的脚印一模一样，难不成罪魁祸首真的是他？对于那神秘的道士陈明，我其实并没有感到多少压力，就算他懂得一些所谓的玄门法术，也只是个普通人罢了。但如果要我去对付一具成了精的小孩骸骨，实在无从下手。人对于未知的东西总是会感到恐惧的。无论如何，事情总要解决。我收起心思回到爷爷家里，耐心地等候他醒来。我现在迫切地需要爷爷给我一些有用的信息，让我能够从眼前的一团乱麻中找到一些头绪。傍晚的时候，爷爷终于起了床，他仔仔细细地看了我一会儿，然而微微地笑了起来。小莲，你真是长大了。我听他这么说，心里却有些发酸。我长大了，爷爷却更老了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疑问，但我了解的也不多，你想要的答案都在。他突然话语一顿，伸手在衣服里摸索着什么，好一会儿才摸出一个皱巴巴的小册子，一切的秘密都隐藏在这里面，你想要知道的话，就自己拿去研究吧。爷爷昨晚大半夜跑到祠堂里，就是为了这本册子吗？我十分郑重地接过来，它的年份看起来已经很久了，纸质发黄，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。蓝色的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几个古体字：同期游记。看起来这本书是一个叫做同期的人写的，既然被存放在祖宗祠堂，那这个同期很可能是我的一位先祖。我一脸疑惑地看向爷爷，他却好像不想解释什么，只用指了指我手里的册子，笑着摇头。我明白爷爷的意思，离开了他的房间，在院子里和齐轩一起翻开这本古书。如封面所说，这的确是一本游记，上面记叙了同期先人的一些生平经历。根据记载，同期幼时在一座道观里做过几年道士，后来道观毁于战事，他便下山四处游历，直到晚年才回归故里。或许因为作者同期是位道士，书中的内容多涉及神鬼灵异，在我这个接受过义务教育的现代人看来，就像是在瞎扯淡。比如书中第一个故事继续的就是同期出山不久，碰到古怪的一户人家。这户人家不仅把家里的猪当作神仙来供奉，还经常密谋害人，把人的尸体细心烹饪后喂给猪吃。同期在发现他们的秘密后，就在夜里把他们家的猪全宰了，并做了场法事。果然第二天这家人就恢复了正常。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同期路经一座高山，看到山头隐有紫气，便上山探索。后来碰到一位发须皆白的老者，以为仙人，遂上前请教。两人在山中坐谈了3天3夜，仙人才留下一支木簪后腾云而去。
看到这里，我已经感觉书里的内容大多是湖州的，没什么可信度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这句话在我这位先祖那里似乎并不适用。他做道士实在可惜了些，倒不如改去写小说。不过既然爷爷对这本书如此重视，我和齐轩也只好耐着性子看下去。在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，一个图案赫然映入我的眼帘，那是一个形状有些扭曲的太极图。旁边附上了一些文字说明，只是这些字都太小了，如今已然模糊不清。我看着这太极图，莫名的生出一些熟悉感，好像之前在哪里见过。这时齐轩的脸色却凝重起来，这图案不是跟你脖子上的胎记一模一样吗？听齐轩这么一说，我才如梦惊醒，紧接着一股电流在我全身划过，激动的拿着古书的手都开始颤抖了。看来我们找到线索了，快往下翻。齐轩提醒道。我赶紧点点头，却发现后面只有2页纸了。内容也很少，讲的大概是某个地方存在着一种特殊体质的人，他们体内的血液比寻常人少了一半，即使受重伤也不会流血。同期把他们称作无血人。除此之外，这些人的寿命短暂，基本上活不过30岁，而且十分惧怕阳光。到阳光2字时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同期没有继续往下写了，只留下一幅模糊不清的地图。而整本书的内容到这里也戛然而止。这种没头没尾的介绍让我和齐轩都感到十分郁闷。不过书中提及的无血人的确跟我目前的症状有几分吻合。只是畏惧阳光这一点，我倒是没什么感觉。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猛地往齐轩身上看去。我嗫嚅着，一时间忘了如何说话。齐轩见我如此反应，脸上的神情有些错愕，接着露出一丝自嘲的笑容，道：“看来你猜到了，没错，我就是这位同期前辈所说的无血人。我自出生开始，体内血液就慢慢的减少，一接触阳光，身体就好像被烈火焚烧一样，痛苦难忍。”齐轩说着，眉宇间流露出浓浓的凄楚和悲哀，看得我一阵心疼。为了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我一直在努力寻找治疗这个怪症的方法。可10多年过去了，都毫无头绪，直到我遇到了你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这种怪症如果是后天感染，那么绝对活不过3日，但你不仅没死，还能在阳光下自如行走。看来这并不是偶然，同期前辈当初一定是找到了对付这种怪症的办法。齐轩说着，眼里流露出充满希冀的光芒。我虽然觉得他的说法有些牵强，但也不好去浇他凉水，直到或许我的胎记确实和无血症有关，但它是怎么来的，我也并不清楚。齐轩眉头微蹙，把我手中的同期游记又翻了翻，然后指着最后那幅地图道：“或许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地方。”我仔细看了一会儿，完全认不出是什么地界，只能隐约辨认出是一片山林，其中有一处位置被红点标记，似乎正是关键所在。我和齐轩看不出什么头绪，便去找我爷爷询问，没想到他老人家也没见过，这下线索又断了。齐轩不肯放弃，拉着我在村子里向其他老一辈的人请教，但始终无果。就在这时，有村民在山上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外来人，那人一被惊动，掉头就往深山里跑。村民们认为村里的灾事可能都是这个神秘人在作祟，于是大家伙群体出动，直接搜山。我和齐轩自然也加入了进去，在这里住了几10年，附近的山林早被村民们摸熟了，因此搜索行动进行得很迅速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我们找到了那藏头露尾的外来者，但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。那人是在山上的一棵松树上自己上吊而死，月光洒在他痛苦狰狞的面孔上，显得格外瘆人。他身材消瘦，皮肤惨白如纸。我拿刀在他的胳膊上划了一道口子，没有血液流出。村民们见状都被吓坏了，以为此人是山魈化形，所以才不会流血。但我知道他无疑也是个无血人，并且更让我在意的是，这人的头上扎了一条辫子，再结合他的身形，应该就是当晚我和齐轩在陈明家发现的那个偷窥者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跟踪我有什么目的？又为何会在这山上自杀？这些我都没有答案。不过好在我们在他的身上搜到了一张货单，上面有他的名字，叫做齐修，也有他的地址，显示为一个叫做云仪镇的地方。云仪镇，那里是否就是我的先祖同期当初发现无血人的所在呢？事不宜迟，村里人当晚将齐修的尸体火化，第2日我和齐轩便带着他的骨灰一同前往那个叫做云仪镇的地方。云仪镇是我迄今为止到过最偏僻的地方，几乎与世隔绝。我们先后坐了火车、大巴，甚至一辆过路的牛车才抵达。不过当我们看到镇子里的景象之后，马上忘却了一身的疲惫。只见镇子上一排排房屋都是保持着旧社会的风格，完全看不见现代楼房，交通工具也相当落后，大多是牛车、马车，偶尔能看见一辆自行车或者3轮。而镇上居民的装扮也十分传统，最为显著的就是女人们梳的发髻，以及男人们背在背后的一根根长辫子。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一时间我甚至怀疑自己穿越了。从裤兜里掏出手机一看，果然信号只有2格，能不能把电话打出去实在难说。时候正是傍晚，白天与黑夜交接之际，拂面的风中已有凉意。我看向齐轩，本以为他会和我同样惊讶，然而他表现的却是相当平静。这个镇子实在有点古怪，我喃喃道，心里不禁生出几分忐忑。齐轩没有说话，目光在周围巡视了一会儿，然后直接拖着行李往里走。不得不说，作为一个姑娘，她所表现出的沉着和冷静，总是让我这个大老爷们自叹不如。我无法想象她成长到现在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。小镇叫做云仪镇，
但这里的云彩跟别处比起来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，天空甚至有些灰蒙蒙的，看起来像是要下雨。我向来不喜欢下雨天，尤其是在做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，雨水既给人带来许多麻烦，更容易消磨人的斗志。小镇上的人见到我和齐轩都露出了新奇的表情，似乎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我们这样的外来者。我不知该如何回应他们的目光，只好目不转睛地盯着齐轩的背影。不过没走多久，我们便被拦住了。拦下我和齐轩的是一个身材壮硕、穿着麻衣的青年，他的面貌看起来很老实，不过眼神并不多么和善。我打量了眼前的青年一会儿，然后移开视线，看向青年身后不远处一个站在屋檐下拄着拐杖的黑袍老妇人。天色原本已经很暗了，但那位妇人站在那里，她周围的黑暗似乎更浓。她身处暗处，两道阴鸷的目光却像箭一样射了过来。我心中顿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方才拦住我们的青年正是跟在这个妇人身后。两位，请跟我来。老实青年用一种生硬的语气对我和齐轩说道，他的言语客气得很，但却摆出一副不容置疑的架势。你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？齐轩率先发问。两位今晚就要离开这儿吗？青年反问。怎么会？我们好不容易才……既然不离开，那总得找地方睡吧。青年面无表情的道。原来这人是要带我们去宾馆。我和齐轩对视一眼，一起点头。青年见状不再多说什么，转身朝那边的黑袍妇人走去。我和齐轩自然跟在了他的身后。青年搀扶着妇人走了大约1炷香的时间，来到一座十分幽静的旧式宅院，门前挂着一块匾额，上面写着白府2字。此处看起来并不像是看门做生意的地方，这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。镇子上没有客栈，两位不嫌弃的话，姑且住在我这里好了。妇人回过头来对我和齐轩说道，她的声音虽然略有些沙哑，但并不让人反感。年轻的时候应该有一副好嗓子，只是我没有从妇人的眼神中感受到多少善意。她好像不怎么欢迎我们的到来。我希望是我多虑了，否则接下来的日子恐怕不会过得太舒坦。我正想开口问些情况，老妇人却已经在青年的搀扶下走进了大门，完全不想继续搭理我的意思。我和齐轩站在门口，有些无所适从。尽管我相信这位老妇人没有说谎，从刚刚一路上镇上的居民们对待她的态度便可以看出，她在此地应该颇有声望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进去时，另一个身材瘦小、腿脚轻快的老者从门内走了出来。两位客人还站在外面作甚，快随我进来吧。老者一脸笑容地迎过来，一把山羊胡子随着他的说话不停地抖动，看起来颇为滑稽。不过他也成功消除了我的戒心。我是这宅子的管家，你们称呼我林伯就好。我们家夫人就是云仪镇的镇长，咱们这小镇太过偏僻，平时几乎没什么外人到访，所以夫人都会把你们这样的外来人请到府上歇息。老者一边为我们引路，一边解释道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，真是打搅了，希望没给贵府添太多麻烦。小哥，这是哪里的话？夫人向来好客，对两位可是欢迎都来不及哟。林伯摇头笑道。我想起方才那老夫人冰冷的面孔，对他这话很是不以为然。无论如何，我和齐轩总算在这宅子里住下了。经过林伯的介绍，我得知那位老夫人姓秦，她的丈夫早已去世，唯一的儿子也离开小镇多年未曾回家。也就是说，这么大的宅院，她的主人如今只剩这位秦老夫人一人了。我听到这里，不禁对她生出几分同情，同时也消除了之前的偏见。毕竟一个人落到这样的境地，性情难免会有些孤僻。至于他身边那个青年，据林伯所说，是秦夫人不久前收养的义子，名叫苏植。外人都说苏植是贪图夫人的财产才大献殷勤，但在老头看来，只要他好好服侍夫人，剩下的年岁，这些身外之物送给他也算值当。林伯摇头唏嘘。白府内部的面积比从外面看起来要大上不少，如果没有林伯引领，我和齐轩恐怕连出去的路都找不到。府中的下人也不多，看得出在日常打扫时，很多地方都顾及不到，积了许多落叶尘埃。我和齐轩住进了2间客房，屋子紧挨在一起，如果出了什么事，也能彼此照应。林伯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们夜里不要随便出门，说是镇上的规矩。俗话说入乡随俗，我们自然一口答应下来。经过了几日的长途跋涉，我和齐轩本以为总算能睡个好觉了，没想到这个夜晚并未如我预料的那样平静地过去。我平时的作息习惯并不怎么规律，经常夜里睡不着，熬夜到1、2点，第二天带着一对熊猫眼早起干活。当晚我这毛病又犯了，总感觉心里说不出的烦躁，或许跟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关。大概在11点半的时候，我把屋里的一壶水喝了个精光，只好提着水壶看哪里能再加一些。然而我一出门，就看见走廊的尽头有一道苗条的身影一闪而去，脚步轻盈的如同鬼魅。我心中一惊，难不成这老宅子里有女鬼？我之所以没有怀疑那身影是齐轩，只因对方的穿着打扮完全是这小镇上特有的风格。我站在原地犹豫了一会儿，决定不去多管闲事，走到齐轩的屋外，敲了敲他的门。我本想确认一下齐轩的安全，但敲门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也许他睡着了，但我心中却有些不安，于是又加大力气敲了2下，没想到直接把他的门给推开了。我大吃一惊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生怕被齐轩误会了什么。然而经过了短暂的寂静后，我微微皱眉，打开手机往里面一照，发现屋里竟然空无一人。齐轩去了哪里？难道刚才那个女人真的是他吗？还是说……我心乱如麻，忽然意识到自己只剩下一个人，只觉得这座古宅一瞬间变得阴森可怖起来。
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在齐轩的屋子里仔细搜查了一番，发现他携带的物品都保存完好，包括钱包和一些珍贵之物，就连手机也放在床头上，而且周围也没什么打斗对抗的痕迹。这样看来，他倒不像是被劫持，而是自己离开的。我在齐轩的屋子里等了好一会儿，迟迟不见他归来，心中愈加焦急。到了12点左右，我没了耐心，决定出去寻他。或许是时间太晚了，府中竟不见一个人影。我循着白天的记忆摸黑走了一会儿，发现自己竟然迷了路。黑夜里，这座古宅死一般的沉寂，加上冷风不停的撩拨，让人心胆俱寒，仿佛这并非活人的居所，而是鬼怪的巢穴。他们躲在暗处，窥视着我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。就在我惶恐不安的时候，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好像是有什么人在唱歌，歌声飘渺不定，而且带着一种神秘而庄严的味道。我寻思着反正也迷了路，不妨就去看看唱歌的到底是什么人。就这样，我加快步伐，循着歌声的方向前行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被一堵高墙挡住了去路。我挑了挑眉头，就近找了几块石头垒在一起垫脚，扒上墙头一看，这下可把我惊到了。只见外面竟然是镇上的一条街道，此时一大群人聚在一起，朝着我所在的方向垂手跪倒在地，而之前听见的奇怪歌声，则是其中一些人唱出来的。这些人什么情况？为什么要对我行这么大的礼？我十分纳闷，接着才发现他们跪的不是我，而是我趴着的这堵墙下的2个小孩。这俩孩子一男一女，年纪都很小，不只是被灌了迷魂汤，还是怎的，在这种场面下也是昏迷不醒。此外，他们身上还用红色颜料画上了许多奇怪符号，周围还堆了许多木柴。看到这幅画面，我的脑海中马上闪出一个可怕的想法，全身也冒出一阵冷汗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跪着的众人终于不再继续唱歌，把头纷纷抬了起来。我赶紧把脑袋缩到墙下，唯恐被人发现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我也看不见那边是什么情况了。没过多久，我听见墙的另一边传来一个声音道：“时辰已到，点火。”我心中一颤，果然这些人似乎在举行什么邪恶的仪式，竟然要把2个无辜的孩子活活烧死。而且这开口之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耳熟，我稍微回想了一下，脑海中马上浮现出那位秦老夫人阴冷的面孔。想不到他这个镇长竟然会带着民众们干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，我一时间完全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我看见黑烟从墙头升腾而起，听见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和外面那些人乱成一团的祈祷声，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我紧紧攥着拳头，心中想着那与我仅有1墙之隔的2条鲜活生命，一时间陷入了两难。如果让我袖手旁观，任凭2个小孩就这么被当作祭品烧死，恐怕未来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。但我又实在没有能力阻止那些疯狂的家伙，我甚至感觉如果这时候露面，很有可能把自己的性命也赔进去。我不禁想到了齐轩，他忽然失踪，是否已经遭到了毒手呢？就在我心中纠结不定的时候，耳中突然传来孩子的哭喊声，想必是那2个被当作祭品的小孩终于醒了过来。此时此刻，2个懵懂无知的孩子面对着这样一群疯狂恶毒的大人，他们的内心该有多么恐惧和绝望。我实在无法继续冷眼旁观，叹息一声后直接翻墙而过，正好落在柴堆里。我的突然出现给众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，以至于他们一时间直愣愣地盯着我，都忘了该做什么。趁这个时机，我一手抓起一个小孩，把他们夹在腋下，然后一脚把周围的柴火踢散。这些木柴好像有点潮，火势还不算大，反而给了我一些掩护。趁此时机，我撒腿就往镇口的方向跑。如果能离开小镇，我们3个便还有那么一点点逃生的希望。尽管我已经做好了落入那些人手中的准备，到时候我就只能仰仗自己一张嘴巴，看能不能劝他们改邪归正了。快，给我把那小子抓回来！我听见身后秦老夫人气急败坏的声音，以及居民们随之而来的谩骂声。我抱着2个小孩，本来已经跑得有些吃力了，后面那些人还不断拿东西往我这里砸，石头、木棍、板凳什么的应有尽有。我背上挨了几下，疼得不行，几乎要扑倒在地上。眼看即将被他们追上时，忽听一阵猛烈的引擎声传来，紧接着一辆摩托车冲破后面的人群，以风一般的速度来到我的身旁。快上车！摩托车上的骑手赫然便是齐轩，他此时的打扮正和镇上其他女人一样，似乎之前我在白府走廊上看见的人真的是他。我们对视一刹那，眼神里都包含着许多说不出道不明的东西，但情况紧急，我没有多问什么，直接跨上后座。在这种保守落后的小镇，一辆摩托车可以算得上是最顶级的交通工具了，几个呼吸间就把那些追赶不放的人甩得没了影。不过刚高兴没多久，后面又有引擎声传来，同样是摩托车，而且足有5辆，每一辆车上都坐着2个人。这5辆摩托把速度提到了极致，一点一点的接近过来。我往后瞥了几眼，突然心中一凉，他们有枪，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我知道，放心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们不会开枪的。齐轩的语调虽然急促，但依然很沉着。他的话音未落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后面的人真的开枪了。好在这一枪打在了地面上，只溅起了一串灰尘，想活命就快停下，子弹可不长眼睛。身后传来威胁的叫喊，这下齐轩也沉不住气了，把车头一调，大喊道：“抓稳了！”他说完，竟然直接把车往路旁通往山中的小路上开，紧接着便是一阵剧烈的颠簸。我紧紧抱着2个孩子，差点没摔下去。
这俩小孩倒是颇为懂事，一直睁大眼睛没有吱声。山路难行，何况是一辆飞驰的摩托车。齐轩的车技也不算多么顶尖，没过多久就栽进了一片林子。我们当即弃车，直接往树林深处穿行。至于身后那些穷追不舍的家伙，则完全看不见了。危机暂时解除，我和齐轩一人抱着一个小孩，在树林里寻找其他出路。结果因为不熟悉地形，被困在了林子里出不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齐轩也终于向我坦白了他的身份，原来他竟然也是云宜镇上的人。据齐轩所说，这个小镇之所以如此古怪，只因大家无一例外，从出生开始就都患上了那种所谓的无血症。这种怪病让他们体内的血液从大概20岁开始就逐渐减少，并且开始畏惧阳光。如果只是这样也没什么，问题是一旦此症发作，身体便会迅速老化，20年之内必死无疑。也就是说，云宜镇上众人的年龄没有能超过40的。至于我所见的那些老人，包括镇长秦老夫人在内，他们的年纪其实才30出头。为了治好这一怪症，镇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，甚至在几十年前一个道士的建议下，不惜用童男童女为祭品向神灵祷告，却始终得不到什么好的结果。由于看不惯身边之人这种残忍行径，同时为了寻找解决之道，齐轩才独自一人离开了云宜镇。了解这一切，我才终于有种拨云见月的感觉。当然，我并不责怪齐轩之前的隐瞒，在我看来，他处于这种悲惨的境遇之下，还能够保持一颗平常之心，实在很不容易了。像镇上其他那些和齐轩同样命运的可怜人，他们都已经在厄运的折磨下逼疯了自己，不惜走上了歧途。也不知当初那个道士安的什么心，竟然给他们出这种害人害己的馊主意。等等，道士，我心中突然想起了陈明来。之前我身边的几个亲近之人都因染上无血症而死，我总感觉这一切跟他脱不了关系。真相正在慢慢的浮出水面，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杀死表舅他们的真凶。不过眼下我们却陷入了新的麻烦。我和齐轩都不熟悉这山里的地形，带着俩小孩在树林里转了好一会儿，竟然找不到出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忽然觉得眼前的环境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接着脑海中灵光一闪，这里不就是之前爷爷给我的那本古书上的地图所描述的地方吗？我当即叫住了齐轩，把随身携带的古书拿出来翻看，果然几个特殊的地貌都完全吻合。地图上面有一个地方被红笔标注了起来，我跟齐轩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去那地方看看。有了地图做指导，我们不用走弯路，没过多久便来到了红点标记的位置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口古井，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在山上打井，也不知有什么用途。而奇怪的是，山上明明遍地杂草，但古井周围却是寸草不生，土质也格外鲜红，像是被血浸泡过一般。这种景象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压迫感，甚至联想到诅咒、禁地之类的东西，一时间不敢靠近。童年，让我去吧，反正无血症治不好的话，我也没多少年头可活了。齐轩说着就要往井边靠近，我赶紧拉住了他，语气坚决的道：不行，你在这里待着，我先去看看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你就直接带着孩子们离开，那怎么行？这件事本来跟你就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冒险？齐轩摇头拒绝。不用说了，齐轩，我宁愿自己死掉，也不想看见你出什么事。我声音一顿，不知自己为何会说出这种煽情的话来，但这的确是我的心声。齐轩闻言，面带感激地看着我，脸颊浮起一丝红晕。商议完毕，我便小心翼翼地往那口古井一步步走过去。除了脚下的土地变得松软一些外，倒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情况。终于，我走到了井边，双手扶着围栏往里面看去，黑黝黝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提着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，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朝井中照去。这时，突然有一张女人的面孔出现在井底，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珠子不带丝毫感情地盯着我。秦夫人！我大叫一声，井底那女人的面孔竟然跟秦老夫人一模一样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心脏差点从胸口跳了出来，下意识的想要逃离。这时，我忽然感觉有什么人站在了我的身后。我回头一看，却见齐轩和那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并排站在我背后，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接着他们一起伸出手掌，把我整个人直接推进了井里。我掉进了井中，来不及思考为什么齐轩会对我下此毒手，只觉得小命不保。不论是被淹死还是被井底的鬼魂害死，都不是我想要的死法。这么说似乎也不太对，我还这么年轻，怎么甘心就这样死去？但出乎我的意料，井中并没有水，而且也没有什么鬼魂。至于方才我看见的秦老夫人，也不知去了哪里。我甚至怀疑自己因为太过紧张而出现了幻觉。我下落了大概3-4米才落地，如果在水泥地，这样的高度足以致残甚至摔死，但我仿佛落在了一堆尸沙上，并没有受伤。井底的空间出乎意料的大，而且空气也很流畅。我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往四周看了看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团光亮，那里莫非是通往地府的入口吗？我无从选择，只得往亮处摸索前进。很快，我的眼前豁然开朗，前方赫然是一条人来人往的热闹街道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人在井底生活？而且抬头一看，正午的太阳高高挂在头顶，现在明明还是深夜才对。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如果硬要对眼前的画面给出一个稍微合理的解释，除非是我穿越时空了。开什么玩笑，连通另一个世界的古井，这种情节按道理只可能出现在小说或者漫画里才对。
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干脆在街上逛了起来，身边的人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而且这些人的穿着打扮也仿佛来自不同的年代。有穿古装的，有穿旗袍的，也有穿西服裙子的，但他们却能十分自然地融合在一起。更为诡异的是，他们的脸上都没有一丝表情，眼神也十分呆滞，好像丢了魂儿一样。身处这样的人群中，我不禁浑身发凉，每一步都挪动得格外艰难。忽然，我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表舅、包工头、建筑工人，他们明明不久前才死去，此时却在这里出现，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了，他们都是鬼魂。我这下连口大气都不敢喘了，误入死人的世界，我的下场又该是怎样的？哈哈哈，你来了！就在我惊恐之时，一个沙哑又有些调皮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，接着我就看见一个穿着打扮破破烂烂的老者蹦蹦跳跳地来到我面前。和周围其他人的死气沉沉不同，这名老者笑眯眯的，看起来生动活泼，像个老顽童一样。不知为何，有着老者在，我心中顿时生出一股安全感。老人家，请问您是？你问我叫童七啊，哈哈，我可等你好久了。童七，他是童七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如果他是我的那位仙人童七，那他应该死去上百年了才对。既然你来了，我就把这个传给你吧。童七不顾我的吃惊，一把抓起我的左手，拿着一支毛笔在我的手臂上飞快地写着什么。几个呼吸过后，老者嘿嘿一笑，把毛笔一扔，这下好了，我可以走了。他这般说完，便也不再管我，一蹦一跳着掉头离去。等一下，您还没告诉我怎么出去呢？我急忙大喊，奈何他已不见了踪影。我怅然若失，忽然看到老者丢在地上的毛笔，便弯腰把它拾了起来，拍去灰尘后，小心地收进口袋里。当我做完这些，有一个人从远处朝着我匆匆跑来，我大吃了一惊，因为那人竟然是齐轩。看他满面焦急的模样，我顿时把之前他把我推入井底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也掉下来了？”齐轩一句话也不说，用手大力拍我的后背。他的力气本来不算很大，但我却感到被拍到的部位一阵火辣辣的疼，紧接着我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待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古井的围栏边上，齐轩和2个小孩站在旁边看着我。怎么回事？我是怎么出来的？我好奇地问道。齐轩有些惊讶道：“你刚才在这口井旁边站了一会儿，突然就昏了过去，怎么喊你也不醒？”我只好用我们镇上祖传的驱邪手法拍你的背，才把你拍醒的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愣了一会儿，跟着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啊。但回想起来，那梦境又是如此的真实，我不禁怀疑身旁的这口井真的有什么魔力。接着我想起了什么，抬起左手臂一看，整个人立马呆住了。我的手臂上赫然有密密麻麻的红色小字，正是在方才的梦境里那自称童七的老者写下的。因为这些字都是古体，我一时认不全，也不知是什么意思，看来只有回去后找本字典翻译一下了。齐轩见我这副模样，觉得奇怪，便问怎么了。我于是把方才梦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他听完之后也陷入了沉默，这一切已经无法用科学去解释，看来真的是我那位仙人显灵了。难怪童七前辈会在你们村的祖祠里留下这本册子，看来他早就做了安排，一直在等着你这样的后人前来。齐轩道。我点点头，想起老者说的那句我等你好久了，也同意齐轩的说法。对了，你不是捡了一支笔吗？快看看在不在。齐轩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一脸兴奋地看着我道。我也反应了过来，伸手在口袋里一摸，那支笔竟真的躺在里面。太好了，童七前辈简直像神仙一样，他留下的东西一定很厉害。齐轩看着这其貌不扬的毛笔，眼里闪动着光芒。我咧嘴笑了起来，心道还好自己眼尖，我并不在乎这毛笔是否具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力量，对我而言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我再次珍重地把笔收起来，然后和齐轩一起对着古井深深地鞠了一躬。然而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声枪响，无数鸟雀被惊得乱飞。听见枪声的刹那，我和齐轩的脸色都有些发白。不好，他们竟然还没有放弃，一直追到这里来了。齐轩眉头紧蹙地看着枪声传来的方向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不太确定地道，这深山野岭的那些家伙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会不会是别的什么人？齐轩摇摇头，我们镇里有许多人以打猎为生，最擅长的就是在附近的大山里，通过一些蛛丝马迹追寻猎物的踪迹。对他们而言，找到我们并不难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又道：就算不是追我们的人，对方既然有枪，我们也最好避免与其碰面。这地方治安很差，出现杀人越货就地埋尸的事情并不稀奇。我听他这么说，心中越发紧张起来，急忙道：那还待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们赶紧跑吧。齐轩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张口道：没用的，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冲我们来，我们几个绝对逃不出他们的手心，那怎么办？我问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先去和他们谈谈，即便说服不了他们，我也会尽量帮你拖延时间的。齐轩语气平静的道。我一听就直摇头，那怎么行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冒险。池轩微微一笑道：你放心，我毕竟也是云仪镇上的人，不会有事的。我见他态度坚定，而且眼下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，只好点头答应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心中五味杂陈，只觉得仿佛要失去什么珍贵的东西。我们约定以20分钟为限，如果过了时间齐轩还没有回来，就意味着他很可能交涉失败，到时候我就要带着俩小孩离开。
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我在原地徘徊不定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但周围安静的只能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。眼看20分钟就要过去，我开始纠结起来，难道真的要抛弃齐轩离开吗？我实在无法狠下心来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齐轩从密林中走了出来，他的身后还跟着7、8个5大3粗的男人。我已经和他们说好了，他们答应暂时不伤害你们。齐轩走到我身边，低声道。我心中大喜，正要开口时，对面其中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面色阴沉的道：你小子不用高兴得太早，如果10天之内找不到解决无血症的办法，你将和这2个小孩一起死。我一听他这么说，顿时傻了眼，10天开什么玩笑？你们这些人花了几十上百年都没有找出办法来，现在却要我10天解决，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？更何况我现在对于无血症一点头绪都没有，就是给我100天，我也没有一点信心。我正要开口理论，齐轩却拉了我一把，并在我耳边轻轻道：这是他们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，无论如何先答应下来吧，10天说短也不短，或许我们能另找机会脱身。我听他这么劝解，心里的怒气逐渐平复下来，紧绷着脸不再说什么。于是我们一群人便一同下了山，回到了云仪镇中，第2次走进这个小镇。我感觉这里到处透着阴森诡异的气息，人们的目光中也仿佛隐藏着某种恶意，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着我，让我快要喘不过气来。难怪齐轩当初会选择离开，在这种地方待久了，迟早要被逼成疯子。我和齐轩被安排住在一间民房中，无论去哪里都至少有3人跟着，而且他们都持着枪械。如此明目张胆的暴力行径，恐怕也只有这种地方才会出现。之后的几天，我们俩一直在想办法如何从这些人手里逃脱。至于破解无血症之谜，那应该是科学家的事情，我可无能为力。然而不得不说，这些人把我们看管得太死了，一点漏洞也没有留下。到了第5天，我索性放弃了挣扎，只管等待命运的裁决。闲来无事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了自己手臂上那些由同期仙人留下的古文字。这段时间过得太紧张，以至于我一直不曾把注意力放到他们头上。我一时兴起，向那些监管者索要一本字典。他们既然有求于我，对这种要求自然是尽力满足，直接把镇上几乎所有字典搬了过来。于是我和齐轩2人就分工合作，把同期传授的古文用白话文在纸上写了下来。让我不曾想到的是，这些文字竟然救了我一命，因为他们所记载的正是无血症的解决之法。我和齐轩大喜过望，赶紧仔细查看起来。根据古文中的记载，无血症的出现跟100年前出现的一种邪术有关。那时候我的仙人同期在游历之时，发现一个专门用邪术害人以谋取私利的妖道。2人经过了多次交锋，妖道虽然非同期的对手，但却每每从同期的手下逃脱。同期秉持着为人间除害的想法，便一直追踪着那名妖道，直到后来发现他的一个天大秘密。原来妖道的师门几百年来都是一脉单传，并且致力于修炼长生不老之术。为了所谓的长生，他们无所不用其极，却始终难以真正的突破那一步。后来那妖道总结前人经验，自己发明了一种新的长生之术，他称之为蛊神法。此术法虽然未必比他的师父师祖们高明许多，但残忍邪恶之处却是骇人听闻，绝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蛊神法说起来也简单，就是对自己下蛊，蛊术一道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施术的手法也是千奇百怪。而且不同的蛊虫具备不同的奇妙能力，既能够在无形之中置人于死地，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思想情感，令人防不胜防。当然，如果用在正途上，也可祛病驱邪，救人于危难之间。不同的蛊术所用的蛊虫也大多不同，而蛊神法用到的就是妖道自创的血神蛊，祸害了云仪镇全镇百姓上百年的无血症，也正跟这血神蛊有关。100年前，妖道皇城将苗疆蛊术与道家术法结合起来，自创血神蛊。将这种蛊种入体内，蛊虫会源源不断地为身体提供生命元气，从而达到延长寿命的效果。这一切看起来虽然美好，但想要练出蛊虫，需要剥夺许多无辜之人的生命。其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把幼虫种入其他人类的体内，不断汲取他们的元气。这样一来，这些人的寿命自然就会折损大半。而且因为血神蛊惧怕阳光，所以在他们的影响下，宿主也不再能够接受阳光的照射。说到这里，各位想必已经猜到了，没错，所谓的无血症，其实就是被血神蛊感染后所引发的症状。当初妖道皇城就是看中了云仪镇位置偏僻，几乎不与外界来往，便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天然养殖基地，将血神蛊的幼虫投入镇子上的各个井中。这样一来，所有人的身体都逐渐的被血神蛊入侵，出现无血症的种种症状。当镇民们深受其害的时候，皇城便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，略施手段稍微减轻他们的痛苦，很快就博得了这些人的信任。于是皇城安心在镇子上做起了活神仙，一边受到镇上百姓的虔诚膜拜，一边暗中观察他们中蛊后的情况。对了，就连镇上将童男童女作为祭品献给邪神的传统，也是这黑心妖道传下来的，其心肠之恶毒，实在人神共愤。同期仙人在发现妖道皇城的秘密后，自然是怒不可遏，当即出手将妖道降服。哪知镇民们早已被妖道洗脑，对此不但不领情，反而要同心合力为妖道报仇。同期仙人无奈，只好暂时离开云仪镇，打算等自己找到克制血神蛊的办法后再回去。
尽管同期见多识广，法术高深，但血神蛊乃是蛊术和道术结合诞生的产物，介于实体和灵体之间，一般的驱除方法根本没用。而且血神蛊寄宿在人类的心脏中，如果手段过激，很可能伤害到宿主的性命。同期仙人耗费了数年光阴，最后还是给他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他将皇城的血神蛊改良之后，发明了一种新的蛊虫白蛊。此蛊需要养育100年以上方能成型，待最终养成之后，便有着吞噬血神蛊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白蛊目前就在我的体内，而且按照时间推算，它差不多也该成熟了。我和齐轩看到这里，总算对眼前的谜团有了基本全面的了解。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正是那个叫做皇城的妖道。据同期所说，他将皇城杀死后，为防此人死后还要为祸人间，便将其尸体封印在之前山上的那口古井中。要不是怕捅出什么篓子，我倒真想把那家伙的残骸挖出来鞭尸一顿。在掌握了对付血神蛊的方法后，我和齐轩便打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镇的人。没想到我们从屋子里出去时，发现镇上其他人竟然消失得一个不剩，到处空荡荡的，如同鬼域，而空气中则飘着一股奇怪的味道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何不到1个时辰的功夫，那些人就都不见了？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心中隐隐觉得不妙。这时，我忽然发现身边的齐轩变得诡异起来，他面无表情，眼神呆滞，鼻翼不时地耸动。我在旁边怎么喊，他都没反应。我心中一沉，难道空气中这股怪味能够迷惑人的心智？可为什么我没有受到影响？难道是跟血神蛊有关？齐轩站在原地嗅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转过身，朝着某个方向一步步前行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决定在后面远远地跟着，看看他究竟会去哪儿。齐轩一路走得不急不缓，倒把我给急坏了。20分钟后，他来到了镇外的一处空地上。我眼角一缩，只见镇上的其他人也都聚集在这片空地，一个个紧挨着坐在地上，而他们的前方则站着一个身穿道袍的男人，赫然是那失踪多时的道士陈明。我大吃一惊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陈明在看到齐轩后，脸上露出了奸诈的微笑，背着手慢慢走到他的身前，真是个漂亮丫头。陈明伸手抬着齐轩的下巴，露出淫笑。齐轩不仅没有反抗，反而乖巧地叫了一声主人，这可把在一旁窥视的我给气坏了。在我心中，齐轩可是女神一样的存在。我心中问候了陈明祖宗18代，却又不敢露头。陈明嘿嘿笑了2声，然后又对齐轩问道：“那小子呢？没跟你一起来吗？”齐轩听见后，忽然转过身，朝我这个方向看过来，并伸出一根手指指向我：“主人，他在那儿。”我哪里想得到会发生这种变故，心中顿时凉了半截，转身就要逃跑。这时只听那道士大喝道：“小子，你要是跑了，这些人都得死！”我听到这话，暗自叹息一声，停下了脚步。陈明冷笑起来，对齐轩道：“丫头，去把你这位相公请过来吧。”“是，主人。”齐轩点点头，然后慢慢走到我的面前。“相公，请跟我来。”齐轩面无表情地对我道。我听见齐轩在别人的教唆下叫我相公，心里一时不知是喜是哀。我张口想对他说些什么，但又止住了，毕竟他此时已经失去了神智。陈明站在不远处，冷眼看着我，嘴角带着嘲讽的笑容，一副准备看好戏的模样。我被激怒了，当即脸色一沉，径直朝他走了过去。“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我冷冷地问道。“干什么？老子可是个大忙人，有太多事等着去干。不过现在嘛……”他话音一顿，一把搂住齐轩的腰部，把他整个人揽在怀里，咧嘴道：“老子要干一干这个女人！”我顿时急了眼，直接朝他冲了过去，却不料2腿被旁边2个镇上的人给死死抱住，完全动弹不得。“小子，你很喜欢这小妞是不是？当年你祖先杀了我师父，我今天就在你这儿把账都讨回来。”陈明咬牙切齿地说着，抓在齐轩手臂上的5根手指深深地陷了进去，但齐轩却仿佛感受不到任何痛楚。我听见陈明的话，微微一怔，接着反应了过来，惊呼道：“什么？难不成皇城是你师父？”陈明的脸色沉了下来，目光阴冷得让人心寒。“你还真是有够迟钝的，我本以为你能猜得出来。”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这不可能，皇城100多年前就死了，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徒弟？不错，皇城的确已死了100年，但你以为老子有多大年纪？不怕告诉你，我今年已经151岁了。陈明一脸自傲地道。151。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大脑几乎停止了运作。陈明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满意，欣赏了一会儿，才继续道：“当年你祖上那个叫同期的家伙看不起我师父所创的长生术，但事实证明，只要有血神蛊，长生完全是可以实现的。可恨那同期不但毁了我师父的计划，还狠心把他老人家的遗骸封印。这么说，我表舅和刘叔、包工头他们都是被你的血神蛊害死的？”我咬着牙问道。“不错，他们的确都是我杀的，不过你也用不着伤心，他们死的可是一点痛苦也没有。”陈明讥笑道。我气得浑身颤抖。“长生？你所谓的长生，就是牺牲其他无辜之人的生命，让自己苟活于世吗？这种长生未免也太过自私，太过残暴了。你就不怕死后下地狱？死？我才不会死！我只活了100多年，还远远没够。我要活上千年、上万年，永远活下去！”陈明状若疯狂地呐喊道。他说着，脸色一下子又变得狰狞起来，死死盯着我道：“童莲，我已经跟踪你很久了，我知道你在那口井下面见到了同期。不妨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想活命，就把血神蛊的炼制之术交给我。”我心中一紧，你不是已经学会炼制血神蛊了吗？
陈明遗憾地摇了摇头。我当初还没学拳，师傅就被杀了。这些年我虽然炼制了不少蛊虫，但都存在各种瑕疵。如果我算得不错，再有20年，我的那些蛊就没用了。可是我也不知道血神蛊的炼制之术啊。陈明没有露出意外之色，淡淡的道：“我自然知道你没有，但同期未必没有。既然你能见他一次，就能见他第2次。”我有些无语，陈明却不再给我争论的机会。如果你不想看着这个女人被我先奸后杀的话，就乖乖听话，给我把我要的东西带过来。我看着他冷笑一声，直接从兜里摸出一把刀，往自己后颈部胎记的位置狠狠划了一刀。我这自残的行为让陈明一愣，紧接着他大吼一声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我没有回答，鲜血从伤口源源不断的流出。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只见我的血液里飞出无数指甲大小的透明甲虫，它们在空中盘旋了片刻，然后扇动翅膀朝周围的镇民们扑过去，毫无阻碍地钻进了这些人的皮肤。没过多久，周围众人纷纷痛苦地叫嚷了起来，并先后扑倒在地上昏迷过去。而之前进入他们身体的透明甲虫，一只只都变得浑身鲜红，仿佛被血液浸透了一般，并重新飞回了我的伤口处。面对这种情况，陈明直接傻了眼，下意识地拉着齐轩往后退开。你做了什么？陈明扼住齐轩的脖子，质问我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不过消灭了这些人体内的血神蛊罢了。”陈明，放弃吧，你那所谓的长生术早就被我的仙人同期给破解了。我面无表情的道。我们对话的时候，镇民们以及齐轩都清醒了过来。他们之前虽然被陈明所控制，但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看得清楚，此时自然和我同仇敌忾。天杀的妖道，你好狠的心，看老子不撕了你！我们云一镇100多年来的血债，今天一定要你偿还！众人对陈明和他师傅可以说是恨之入骨，一通怒骂之际，朝他慢慢逼了过去。都别过来，谁再敢靠近一步，我杀了这丫头！陈明躲在齐轩身后，瞪着眼睛威胁道。众人马上停了下来。这时忽听有人道：“齐轩，咱们镇的血海深仇不能不报，你父母也是因这恶徒而死，你就干脆为大家牺牲一下吧。”我一听这话，顿时气得火冒三丈。更可怕的是，还有不少人同意这种言论，这都是些什么怪胎？齐轩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问，只默默地看着我。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牵挂、不舍，还有诀别。不，绝对不可以！我绝不容许齐轩受到任何伤害。我一下子怒吼了出来，周围人都被我吓了一跳。或许因为我算是他们的救命恩人，他们都沉默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人干笑一声道：“童莲兄弟，你救了咱们，咱们也很感激你。但齐轩是云一镇的人，这事怎么处理，也该由我们自己决定。镇长，您说呢？”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镇长秦夫人。秦夫人眯着眼睛看着陈明，一字一字的慢慢道：“不用管齐轩，今天一定要杀了这个妖道。好，一定要杀了他，我同意。”我茫然地看着受到众人拥护的秦夫人，听着他们疯狂的吼叫，心中只有无限的悲哀。我忽然明白，这些人早已不能算正常的人了。他们虽然是受害者，但这100多年来，仇恨和痛苦早已如蛀虫一般，慢慢啃食了他们心中的慈悲和善良。我又朝齐轩看去，他似乎已经料到了这一切，神色从容，面带微笑地与我对视。我轻轻张口，说出了那4个字：“我喜欢你。”虽然他听不到，但我相信他能明白。我看见他点了点头，脸颊泛起红晕。齐轩，齐轩，我的视线逐渐被泪水模糊。这时，我忽然听见了一阵狂笑，笑声是陈明发出的，他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哈哈哈哈！童莲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千方百计想救的人，你看看他们的嘴脸，这些人真的值得你去救吗？听着陈明的话，我陷入了沉默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就在我以为齐轩必死的时候，陈明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厉色，当真以为道爷是好惹的，想杀了我，你们先去死吧。只见陈明突然往空中抛出一个布袋，其中似乎有什么活物在扭动，紧接着布袋一下子炸开，一道小小的白色身影从中一跃而出，落在地上，竟是当初破庙里发现的那具孩童骨骸。这骨骸虽然个头很小，却散发着一股让人心胆俱寒的邪气，两个眼眶中飘着幽幽的绿色鬼火。僵尸，是僵尸啊！众人被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夺路而逃。咿呀！一声刺耳的怪叫从小僵尸口中传出，紧接着骨骸像猎豹一样追着众人而去。几个呼吸的功夫，就有3人被他用爪子穿透胸膛。砰砰砰！有人忽然掏出腰间的枪朝小僵尸射击，但打在他身上没有丝毫作用。别打他，打那妖道！快打那个妖道！有人发出疾呼。几个持枪者反应过来，马上改变方向朝陈明射击。陈明一个不慎，没来得及反应，腰部立马中了一枪。操你奶奶！陈明大骂一声，拖着齐轩就往后面的山上跑。几个持枪者又打了几枪，但他们被小僵尸吓坏了，完全失去了准头。我见状也不再管其他，快步跟上了陈明。站住，快把齐轩放开！陈明虽然100多岁，身体却出奇的强健，若不是他受了枪伤，我可能早就被他甩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陈明才停了下来，而这时周围只剩我们3人。说吧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了齐轩？我一边喘气一边问他。陈明想了一会儿，沉声道：“这样吧，你跟我一起去那口古井旁边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我保证把这丫头完完整整的交给你。”我狐疑地看了他一会儿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。于是我们3人花了大半个时辰，一起来到了那口古井旁。
陈明没有靠近古井，拉着齐轩在周围转了好一会儿，感叹道：“三元伏尸阵，成阴造阳，孕育三妹。你那祖先道的确是个奇才。”我对他说的这些完全不懂，也不感兴趣，直到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陈明阴阴一笑，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直到把我盯得心里发虚，才道：“这阵法旁人破解不易，但你作为那老东西的后人，对你来说却很简单。如果我没看错，你应该还是童子之身吧？”他这么一问，我顿时感到一阵尴尬，尤其齐轩也好奇地看着我。是又怎么样？我无奈地回答道：“嘿嘿，那就好办了，你只要站在井口，往里面撒泡尿就行了。”什么鬼？你这老妖怪不是在戏弄我吧？我一脸怀疑地看着他。小子，不懂就别乱说话。童子尿乃是至阳之物，你以为老子有那闲工夫看你笑话？陈明不屑道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好在齐轩很懂事地闭上了眼睛。我站在井边，看着里面黑黝黝的一片，两腿都有些发软，心道：老祖宗，您老人家可千万别怪我这也是为了救人啊！就在我解开裤子撒尿的同时，陈明也行动了起来。只见他抓出一把黄符撒到空中，这些符见风就燃，并且漂浮着不曾落地。嘿嘿，以阳制阳，再加上我这火龙符，不信破不了你这伏尸阵。陈明说着，一挥手中符尘，黄符化作数团火焰，纷纷扑了过来，钻进了古井四周的血色泥土之中。这时我也提上了裤子，正打算退到一旁，忽然觉得脚下有些摇晃，好像地震了一般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只听见轰的一声，从井中竟窜出一团炽烈的金色光芒，冲进高空中消散无形。待着金光消逝，井口中又缓缓腾起淡淡的黑色烟雾，我感到一股阴寒刺骨的气息蔓延开来，赶紧往后连退几步。这时陈明却凑了过来，脸上带着欣喜若狂的笑容，哈哈哈，师傅，你的阴身果然还在，徒儿，我这就请你出来。我看着陈明得意的模样，心里生出一丝不妙的预感，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被我放出来了。陈明站在井口旁，从怀里掏出一团红绳，接着又拿出一节线香系在上面。他点燃线香，然后慢慢地放下绳子，这动作在我看来就像钓鱼一样，那结香就是鱼饵。没过多久，红绳突然紧绷起来，好像下面有什么东西在拽着他一样。陈明不禁反喜，开始慢慢地把绳子往上提。接着我听见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从井中传出：徒儿，你来了。这声音阴森恐怖，不带丝毫人类的情感。我的脸色顿时一片惨白，对方称陈明为徒弟，那他岂不就是死了上百年的皇城？这可真是活见鬼了。陈明忙不迭地点头，师傅，徒儿可算找到您了。为了救您老人家出来，徒儿可是费尽了辛苦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手上的动作却停了下来，是吗？井底的声音冷笑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。陈明听见这声冷笑，脸色微微一变，似是有些心虚。他眼珠子转了转，又道：师傅，不知您老人家可还记得当年您创造出的血神谷？记得，我当然记得，那可是老夫毕生的心血，怎么会忘记？陈明大喜，接着又收敛神色，神情悲戚的道：师傅，不是徒儿说您当初敝帚自珍，如何也不肯把那血神谷的培育之术传授给我。若不是徒儿福缘深厚，多活了几十年，恐怕就没机会救您出来了。哦，是吗？井中的黄成淡淡道。陈明眉头微皱，接着一咬牙，沉声道：师傅，徒儿素来对您忠心耿耿，这些年来也没少为您奔波。现在我只有一个请求，求您把血神蛊术传给我。他说完这话，脸上已不觉渗出了许多冷汗，神情也是忐忑不安。而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，井中再无声音传出。陈明一只手提着红绳，不时地朝井中投去忐忑的目光，看起来十分紧张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黄成忽然低低笑了两声：我的好徒儿，是不是为师不把血神蛊传给你，你便不打算拉我出去了？陈明闻言，手微微一抖，却沉着脸没有说什么，似是默认了。黄成再次笑了起来，道：陈明，你是我3个徒弟里资质最好的，可我也早看穿你是只喂不熟的白眼狼。当年你趁我对付那个多管闲事的同妻，闯入我的密室，盗取那半部血神谷培育术，以为我当真不清楚吗？至于你说什么多年来一直为老夫奔波，就更可笑了。这几日里，你不止一次的来过这个地方，真想要放我出去的话，早就动手了，又哪会等到现在？你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图谋血神谷罢了。怎么，为师没有冤枉你吧？黄成的话好像一记耳光，狠狠地扇在陈明的脸上，后者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。陈明冷哼一声道：师傅，不管你怎么想，反正你不给我血神谷的培育术，就别想从里面出来。我虽然不会3元伏尸阵，但煞魂司阵的威力你也该清楚的。煞魂司阵，你竟然要拿那种东西对付为师吗？还真是狠心啊！黄成讥讽道。不过如果你以为老夫就这么点能耐的话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黄成话音刚落，井中突然冒出一大片黑雾，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腐烂味道。我漫不经意地闻到了2下，就感觉脑袋发昏，急忙往后退开。黑雾如同有灵性一般，围绕在陈明身边不肯散去，并形成一股漩涡。陈明脸色大变，马上松开手里的红绳，接着又掏出数张黄符。他把这些符持在手里，口中飞快念了一连串咒语，黄符纷纷自燃起来。然而还没等这些符箓发威，上面的火焰便又在阵阵阴风中熄灭，甚至符箓本身也迅速腐烂，化作飞灰。
这下陈明彻底慌了，脸色也变得乌青，好像中了剧毒一样。他一咬牙，竟然拿出几把小刀，分别插在自己胸口几个部位，然后单手结法印，大喝一声掌心雷，轰的一声，一道手臂粗细的雷光从陈明右掌中激射而出，窜入井底，发出一连串爆响。与此同时，一直围绕在陈明周围的黑雾也终于散开。可，想不到你竟然偷学了这种法术。黄成的声音似乎变得虚弱了不少。你以为我这100多年是白活的吗？师傅，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。陈明得意地大笑起来。很好，很好。黄成几个很好说完，再次陷入了沉寂。陈明等待了一会儿，脸上露出狐疑之色，他把头伸向井口往里看去，口中道：师傅，您老人家就不必装了，我可不相信你这么容易就挂了。他刚说完，突然从井中伸出一只乌青色的手掌，一把抓住了陈明的脖子。乖徒儿，你说的对，为师当然不会这么轻易的就魂飞魄散，我还要借你这具肉身再到世上走一遭呢。哈哈哈！不要，求求你师傅，放了我，放了我！陈明终于落入了下风，满脸惊恐的求饶：放了你，你以为老夫这么好说话吗？黄成说着，那只乌青手掌突然一下子爆散开来，化作一缕青烟，将陈明包裹起来，并将他的身体抬到了半空。陈明似乎忍受着极大的痛苦，面孔扭曲狰狞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身体也完全失去了掌控。紧接着，所有的青烟纷纷从陈明的七窍钻了进去，他浑身颤抖了好一会儿，方才停歇下来，浮在空中不再动弹。我和齐轩目睹这一切的经过，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这时，齐轩反应过来，拉着我就往下山的方向跑。哼，你们跑得了吗？陈明突然开口，声音却改变了许多，双眼闪着幽幽的绿光，完全变了个人似的。他说完这句，竟然凌空朝我们以极快的速度飘了过来，几个呼吸间就拦在了我和齐轩的面前。一个是同期那个臭道士的后人，一个血神谷的宿主，妙，真是妙啊！陈明打量了我和齐轩一会儿，突然咧嘴狂笑起来。你到底是谁？是陈明还是黄成？我两腿发软，硬着头皮问道。我自然是陈明，不过过去的陈明已经死了，我将会用这具身体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听见他的话，我已经明白，眼前这人恐怕已经被那个黄成附身了。我心中一阵叫苦，当初这家伙死在我的祖先手里，如今又岂会轻易放了我？难不成这条小命真要交代了？就在这时，黄成突然一脸惊疑地盯着齐轩，喃喃道：怎么可能？我的血神谷竟然被解除了，这是什么人干的？此时我也索性豁出去了，冷冷笑道：看来你还不知道，姓黄的，你那什么血神谷根本不堪一击，早就被我的祖先找到了破解之法。黄成闻言脸色一阵阴晴变化，然后突然抬起头盯着我，好一个同期，真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惊喜啊！不过找到了破解之法又如何？只要我杀了你，这一切又将成为永远的秘密。他说完，以闪电般的速度伸出了2只手，狠狠掐住了我和齐轩的脖子。以他的力量，只要稍一发力，我们2个马上就会一命呜呼。这时我突然灵光一闪，想到了同期留下的那支笔。我赶紧从兜里把笔掏了出来，朝着黄成的胸口狠狠一划，只见一道刺眼的光芒喷涌而出，看似普通的毛笔在黄成的胸膛上留下了一道金色的狭长痕迹。黄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，又看了看我手中所持的毛笔，脸上写满了疑惑和震惊。不，只见他忽然大叫一声，身体一下子熊熊燃烧起来，炽烈的火焰很快吞没了他的全身。可恶啊！该死的同期，我发誓定要让你同家断子绝孙！黄成狠狠咒骂了一通，接着一团黑气从他的天灵盖冲出，在空中一阵盘旋后向远方掠去，眨眼间就消失不见。而黑气离开之后，剩下的陈明的躯壳则仿佛失去了灵魂，像根木头桩一样倒在地上，很快就被烈焰焚烧，化为灰烬。周围安静了下来，只有风吹起陈明的骨灰，向着远方飘扬。我和齐轩呆呆地站在原地好一会儿，然后看向彼此，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